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248-9的 KVK 已经结束了。那各位也知道，在这一场 KVK 有打破很多的记录，包括单赛季击杀最多的玩家，还有单赛季击杀最多的王国。当然，这一次的 KVK 呢，也是打破了我以往的记录，因为我在这一次的 KVK 中，总共是提升了67亿的击杀，我是从来没有提升过这么高的击杀。但是这边大部分的击杀呢，我都是通过皇庭那边获得的，因为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征服积分排行榜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的击杀就只有10亿的击杀积分，然后这个击杀积分的算法呢，就是我击杀了一个 T5 部队就会获得5分，就是说在圣城开放之前呢，我获得的击杀数也就只有40亿左右而已，剩下的26亿呢，全部都是在圣城开放之后获得的。但是获得这些这么高的击杀积分背后，我到底付出了多少才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击杀积分？然后我的战损比到底是多少？这里我们就要换另外一个网站来看了。那在这个 ROK Stats 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击杀比例呢，其实是很糟糕的。我的战损比呢是 93.65%， 也没有到很糟糕的程度啦。但是如果比较起一般玩家的想法呢，这个肯定是有亏了的啦。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的击杀比例不是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会获得这样子的击杀比例呢？主要就是在这一次的 KVK 呢，我是时常被队友给出卖了。他们撤退的时候，我还在前面，就是他们会突然之间撤退，然后我就完全没有意识到，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打架的方式就是会比较直冲一点，还有就是我在早期皇庭开放的时候，战报是非常亏的，因为我是以旗帜为主，而不是以击杀为主。关于这个部分呢，你们就要去看我的直播回放了，你们可以发现到我发现到有旗帜没有满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部队直接冲进人群里面，不管对方有多少人，我的目的呢就是先把旗帜给建好。你们可以看到我会用其他的部队先挡在前面，然后就用我部队比较多的那个队伍加入到旗帜里面，以确保旗帜能够快速的去建好。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边血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不会说就觉得这样子已经足够了，我还会再去换下一批的部队，然后尝试把满血的部队放入到旗帜里面去。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方法依旧还是略过了敌人，直冲到旗帜里面去，任由他们去打我其他的部队。所以我觉得玩家应该要有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太多玩家他们都是想要击杀，就比方说我旁边的这个队友，他还在旁边打，我不知道他打什么东西。因为现在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优先把旗帜给建好。如果你没有把旗帜建好的话，你在皇庭的时候只会更加困难而已。那像这边你们就可以看到，我已经成功的把满血的贞德放进去旗帜里面了。虽然我的战损是真的很难看，但至少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目的，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当然这种事情呢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啊，之前我在960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战斗方式，所以才会看到我的战损比较亏一点。我的打架方式呢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以大局为准。当然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话，这种打架方式呢你们是肯定消费不起的啦，所以最好不要用这个方法，会比较痛苦一点。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最好是跟大多数的队友一起行动啦，这样你们旗帜会建得比较快，也战损比不会这么亏。像刚刚我分享的画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行动的，所以比较亏也算是正常的。但其实我亏的部分呢，在皇庭开放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治疗积分是比起我的击杀积分还要更多的，只是后面打架的时候会越来越亏。但是我有尽力的拉回去，因为我之前去检查过，我的击杀战损比呢有曾经一度达到91%而已，我是后来慢慢拉回去的。那么我在这个战斗过程中究竟消耗了多少的加速呢？那其实在这一场 KVK 开始的时候，我的加速大概有5000天左右，5700天，差不多接近6000天啦。那我现在的加速呢只剩下495天，但是这个是我们宣布撤退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个加速数量，我记得那时候只剩下300多天左右，因为已经结束战斗一阵子了嘛。
嘛，我们还是有购买礼包，然后有拿到一些联盟的金箱子之类的，所以我加速有回升一点点。但在途中呢，其实我还有去把所有的东西给开掉，就比方说像我的书包里面所有能够获得加速的东西呀，金钥匙、银钥匙全部都给开了。那这边会拿到这么多的金钥匙、银钥匙，也是最近从联盟礼物那边拿到的一些银钥匙跟金钥匙。那大家会觉得有没有可能这么快就回复？但是你们要看到我们这边的金箱子数量是很频繁的，就是时常会有玩家去购买金箱子，所以我们这边回血的速度其实会比较快一点，相比起其他的王国。当然玩家看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会羡慕说，哇，如果你们这边发育到这么快的话，那是不是我把我自己的账号放在你们这种先锋王国，我就会发育的很快呢？当然发育是快，这是一方面的事情，但是你也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你才可以继续留在先锋王国。就是说你的击杀不够多，你的活跃度不够多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待在先锋王国，而且你遇到的敌人都会比较强一点。那各位也知道这个账号呢其实是属于比较强的，不管是装备啊、军器啊，都算是比较高水平的一个账号来的，培养度也比较高一点。但是你们看到我的击杀比例就只有93%而已，而且比你更强的玩家还有更多。我的装备军器并不是在这个失落之地里面最强的，只能说水平比较高而已。这边你们可以从我这里的数据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虽然是 S 啦，但是只是超越了 99.6 的玩家、98.2 的玩家、98.4 的玩家。所以如果你们来到这边失落之地或者是王国里面的水平更加低的话，基本上你的报告只会更加亏而已。而且你们刚刚看到了我的装备军器，但是综合评价呢，我就只有 A 而已。当然一部分可能是因为部队的影响啦，我的兵力现在比较少了，所以才变成 A。 那刚刚看了加速耗损了多少，当然也要看一下我的资源耗损了多少。在这一次的 KVK 里面，我总共是消耗了1182亿的资源。当然这个是亏的情况下啦，如果你们的战损比是比较好，可能有150%到200%左右的话，你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其实会比较少一点，不会像我这么多。所以这边就给大家看到，你获得更高的击杀比例的同时呢，就是开销返还的资源呢也就只有118亿而已，是根本不够用的。所以玩家这边想着说需不需要准备这么多的资源的时候，你们不妨来看一下。我相信这边的资源消耗呢可能是一般的玩家的好几个赛季的资源开销了，所以先锋王国并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承担得起啦。当然我的数据在这个失落之地里面会稍微好一点点啦，因为根据这边的记录来看呢，我的排名是排行在90，这个是根据击杀来判断的。那在这个失落之地里面其实有很多玩家啦，所以我这个表现呢算是好一点点，但是我没有觉得很好啦，因为表现比我更好的玩家还有很多。当然各位也知道我手头上呢除了刚刚那个我平时在用的账号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98的账号。那98的账号呢也是非常夸张的，因为他在这个赛季里面的表现呢总共是获得了119亿的击杀，是比我多出了差不多40%左右。然后他的战损比呢其实也是跟我蛮接近的啦，就是114%，还是有赚的，但是消耗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他的排名就比较高一点，在整个失落之地呢排行第20亿，已经是算很高水平了。因为还有那种更高水平的账号呢，他们在这个 KVK 里面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追求击杀而已。98这个账号呢有时候会帮忙做一些东西啊，就比方说围旗帜啊，去到一些地方啊去驻防旗帜而已。如果假设说他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他的击杀比例应该会更高才对，还不至于只有119，可能到达差不多150的击杀左右。当然玩家就会好奇了，像他这边击杀数这么多，到底要消耗多少的资源？这边可以看到他总共是消耗了1766亿的资源返还资源的话也只是获得176亿的资源而已。不过对比起一般的玩家，其实176亿的资源都已经足够打一个赛季的 KVK 了，但是这个资源量呢其实只是够我们玩一阵子而已啦。然后在这场 KVK 所消耗的加速，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有7000天左右。不过他这个账号呢毕竟是他自己的主账号啊，所以拥有的加速跟资源其实会比较多一点。到现在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了，他的账号依旧还有1230天，
如果去除掉可能近期拿到的一些箱子的话，它原本剩下的加速应该大概1000天左右。但是看它面板上的资源其实还有不少啦，只是它的木材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它在这个赛季里面阵亡的部队也是挺多的，总共有2056万。但是它这个账号的培养程度呢，已经是到很顶级的程度。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百分比都是99.9%、99.6%、99.6%，就是比这个失落之地大多数的玩家还要来得更好。这里可以看到它是已经超过了这个失落之地96.6%的玩家，尽管它现在战力只剩下1亿左右而已。那我现在讲的这2个账号呢，不算是最夸张的部分，最夸张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赛季里面击杀最多的玩家iHighDom。我不确定它的资源跟加速消耗量到底有多少，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总共获得的击杀数是343亿。什么概念呢？它这个击杀数呢，等于我现在手头上这个账号原本一开始进入失落之地的时候的总击杀，甚至是超越很多玩家的总击杀数量了。那我们这里做一个推测嘛，就比方说像98那个账号呢，它获得了100亿击杀左右嘛，那像iHighDom这边呢就有300亿的击杀呢，所以换算下来它的资源消耗量应该会有5000亿的开销左右吧。因为这边也是考虑到它的战损比呢其实是比较好一点的，有142%左右。然后所使用的加速呢，应该也用了至少2万到3万天左右的加速了，所以它这个账号呢其实还蛮肥一下的。当然也不排除它的加速可能没有这么多，它后期应该都是用一些宝石来治疗而已，但是这个开销也是很庞大很夸张了。当然这些是追求极致的玩家啦，所以他们这些开销会比较大一点。如果是一般玩家的话应该也不会这么夸张啦，但是一般玩家呢还是得开销啦。就算你可以从联盟的礼物中获得比较多的加速也好，但是资源那边可能你们消耗不起，可能你需要开更加多的农场账号来支援你的主账号，又或者是你必须要去购买资源才可以维持你在先锋王国的开销。所以各位在看了之后，你们会不会想要继续在先锋王国战斗，又或者是想要移民过去先锋王国的想法呢？而且这边我们只是说到开销的部分而已，还没有说到要花费的时间。各位也知道，在这一场 KVK 中，我在线的时间是很恐怖的，几乎每一天上线的时间呢都是有超过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之间啦。这些时间就比较短一点啦，因为我开始要上班了，没有时间在线我只是在比较重要的时间上线而已啊，就比方说像圣城开放的时候我就肯定会上线，还有最后一天其实也不是说上线战斗啦，就是因为KVK 快要结束了，我想要去压低我自己战力啊，把部队塞进医院啊，所以我就上线顺便直播给大家看啦，也做一下这个 KVK 的总结而已。如果是正常玩家的话应该没有这些时间可以去消耗啊，毕竟还是要正常生活啦，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子去搞。那影片的最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失落之地的等级啊，因为真的有点夸张我之前好像没有看过这么高的分数啊，因为一般如果我们要到达 S 加等级的失落之地呢，其实只是需要1000亿的分数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失落之地的积分总共是有4228亿的分数，是比起他这边所要求的分数还要多出了4倍。然后贡献积分的人数原本只是需要800，但是我们这边有2000多了。当然我也是有跟客服那边要求说能不能为这一场 KVK 做一些总结啊，就比方说我们在这一场 KVK 总共是消耗了多少的加速资源，他们说可以沟通一下啦，至于之后会不会做出类似的影片或者是数据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啦，因为他也没有答应我。所以各位对于这个影片有什么看法，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